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赵丽颖又单身了，身穿一袭卷发连衣裙，气质十足，感觉冯绍峰在感叹。今天10点钟，赵丽颖和冯绍峰正式宣布分手。有网友称，媒体大预言家王峰2天前报道来访时，就觉得有大事要发生，他一点想象都没有，吃惊。每次看到喜欢分手的大牌情侣，都有些难以接受，但其实我很尊重他们的选择，相信他们会好好的，有更好的未来。前段时间，一张赵丽颖参加品牌活动的照片在社交平台上晒出。照片中，她身穿白色羽式长裙，在地板上清洁身体，羽毛笔上装饰着纯正的白色连衣裙，由衷的卷发展现出精致细腻的环境，精明轻盈不重。这身白色连衣裙无疑将她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敏感又甜美，让一些网友对冯绍峰感到失望。在时尚界，白色连衣裙一直受到众多女士的喜爱。白色的绷带裙配置传达出每一位小姐姐的公主情节，纯白的气质看起来完美精致，同时又彰显出尊贵的个性。心旷神怡的环境，每一秒都散发着迷人的妖精气质。羽毛笔装饰在纯白的连衣裙上，看起来很迷人。白色的羽毛笔表现出复杂的感觉。腹部配置以她灵动的身材为特色，并以纤细的腹部为特色，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。与长裙的设计相结合，演绎出轻盈细腻的风格，感觉看起来格外出色。要打造时尚外观，如果没有菇的礼物，您将如何管理？长期来看，巨星在场合戴的耳钉比其他的都大，这足以说明铁环的重要性，所以不要强调戴铁环会显得不真实。穿它们我很丢脸。走出去，假设你从未戴过耳钉，你可以决定试一试。时尚的篮球可以为你打开另一个世界。凹陷的造型中，露出特定的肌肤更显隐秘，既能满足无处可藏的小姐姐的心，又能展现无穷无尽的魅力。唐嫣的着装设计分外可爱，中腹部配置与 V 吊带计划相结合，整个中腰线的范围尤其是四周协调，胸部区域非常纤细，有效地勾勒出令人愉悦的身材。丰富的 sleepover 可以露出胸部，天鹅颈一字锁骨，看起来精致。这张图片完全反映了理发的重要性。部分的理发可以帮助您进一步发展您的脸型，并改善您的性格。你认为在这一点上理发很重要吗？现在网上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说法，史莱姆捅烫锡纸，邋遢球大浪，桃花开。说实话，这太不平衡了。适合你的发型主要取决于你的脸型和发量。完成头发后，您可以与头发专家一起检查此问题。我们现在应该调查一下赵丽颖那一头由衷的卷发。由衷而丰富的曲折赋予个人超级小精灵和精致小精灵风格，它们格外香甜酥脆，给人一种精致自由的公主风。搭配她的清洁裙，彰显尊贵。精美的02程毅新节目的首要关注是一个陌生的节目，在欢瑞世纪没有曝光，同样让显着水平低落。2020年凭借琉璃一举成名，程毅成为了欢瑞世纪的首席工匠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欢瑞世纪的艺人与司风，程毅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名气。结果程毅一直把目光投向了百年大喜的剧集，陆续录制了《旋律与君》《南风之我心》《沉香如残羹剩饭》等，可以说他是最忠实于该组织的著名艺人，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处理该组织的要求。然而，作为一个知名的艺人，一个内容进入口是非常典型的。去年无意中，程毅接了一部与欢瑞世纪毫无关系的陌生节目《首要关心》，目前已在湖南卫视播出，是治安话题的主要话题。
万一你幸运，你可以获得荣誉，无论如何，你都可以晋级合法的改变。不过，这一举动着实让欢瑞世纪失望了。欢瑞世纪对诚意剧集陌生节目不满意，实际上并没有曝光传播。诚意刚进会场拍摄主要关注点，商业组织欢瑞世纪就非常不安，以为诚意已经离开了。由于根据组织内不同工匠的练习，承担陌生的戏剧化是摆脱困境的先行者。因为诚意已经签了合同，而目前最能干的诚意是一个成功的比较听话的演员，雇主却不想答应。这还挺有意思的，现在已经不像当年的援兵严妖了，他已经加入组织拍了半逆半伤女2号，结果却变成了强行吊妖，现在已经不行了，允许射击。看得出来，雇主给了诚意一点面子，诚意还是可以为海外剧院雇主收取佣金。现在该剧播出了，欢瑞世纪依旧是现在已经不是很满足了。直接的表达是，可能会有全新的剧集通过自己的艺人的方式播出，必须晋升为雇主。然而欢瑞世纪的名言现在已经不再说话，选择了沉默，这是一种不抱幻想的态度。相反，沉香系列前段时间转播的同时，雇主的账号却郑重宣传，形成鲜明对比。除了雇主失去宣传外，万里还提到欢瑞世纪有计划阻止诚意的线上和线下宣传。换句话说，他主演的海外剧并不总是让诚意退出卖，这是另一种程度的不快，也不是一直让诚意退出卖。现在已经不是内心戏了，药方不一样了。说白了，欢瑞世纪是怕诚意离开雇主，退出去宣传，结识一些更有效的人。一旦有不同的改进方法，他们可能会失控，比如辞职的杨紫，或者在职的任嘉伦。往前走，和杨洋一样，表演完就直接离开了。所以，以过去的训练，欢瑞世纪不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地给诚意一个自由的文凭，应该是在雇主的操纵之下。欢瑞世纪的高管们也不太满意，理所当然地说，诚意的海外戏虽然和雇主没有任何关系，但他也能得到一个收入等级，这就是券商雇主生活方式的成本和重要性。但雇主的高管们却不以为然，他们想知道收入程度是最有效的一个方面，而最重要的问题是诚意是否有离职的目的。海外剧的接收处于前期阶段，接到海外剧后，天命之内可以有不同或3。以诚意的人气，海外剧虽然可以出名，但现在可能已经不再和欢瑞世纪联系在一起了，因为影视资产现在已经不属于雇主了。再这样下去，诚意随后就会变得铁石心肠，离家出走很远。诚意一走，雇主真心没有听话的艺人，这也是欢瑞世纪高层不爽的原因。他们可能是怕诚意像任嘉伦一样脱离天命，自行退出。这是经纪公司雇主的一贯恐惧。只有一些著名的艺术家，一旦他们从镣铐中挣脱出来，他们可能会失去很多。内在的影视资产没有被消化，没有任何吸引投资的魅力。诚意成名后，接手了一部海外电影，这让经纪公司欢瑞世纪大失所望。最有效的说法是触动了雇主的利益，结果就是这样。03，赵露思首部名人剧来袭，央视软件上市已定名，千里计划9月25日开播。在这个时期的某个阶段，影视作品相当多，最好的作品一个接一个，让人有点不知所措。而现在显然可能还有其他名人剧要拍，但在央视上也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显示器？我们先来实现一个触控位。该剧是赵露思、蔡文静、关晓彤主演的电视剧集《胡同》。这是一部带有女性组织肖像的戏剧电影。目前网上可能有消息称，该剧可以定档9月25日，在央视8位收视频道播出。不过，这个消息现在已经没有得到证实，只是谣言。不过，虽然只是谣言，
但它的真实性可能很大，因为有一些网友发现它变成了央视知名网站的软件列表。这由赵露思、蔡文静、关晓彤等主演的电视剧《胡同》将于9月25日在央视8级频道播出，分3集播出。从这个因素来看，它必须接近10。我们只是想向前看有声望的断言。在此之前，我们也可以简单认识一下这部剧。这部剧的导演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吧？那是傅宁。曾经著名的电视剧集《梦中的海》也是他的画作。该剧是通过他的方式编写和指导的作品，并且必须能够适当的获得他想要的结果。网友们对主演的认知度更高了。这3位女星在90后女星中名声在外。赵露思之前的热播画作《璀璨星辰》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，而她和吴磊的 CP 更是让不少 CP 爱好者大呼过瘾。但或许网友们并不知道，那真的是她的第1部名人剧。此前，她的作品主要是在线剧。这次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，值得关注。蔡文静还有《匆匆的一年》《画江湖坏人》等多部作品，也是相当有辨识度的女演员。现在已经不说关晓彤了，这个人称全国姑娘，之前已经成名的电视剧20不惑2通过众多网友的方式得到了妥妥的获得，豆瓣评价更是达到了8分。而这部剧是真正的单元剧，共分3章，讲述了3代女孩一直坚持为人类服务的故事。第一次破产讲述了改革起步时期的故事，赵露思饰演外祖母田枣。第二次破产是货币改革时期的故事，由蔡文静饰演妈妈小敏。而13破产的设定是技术的飞速进步，由关晓彤饰演女儿林月。这一次，他们3人联手，不知道他们的整体表现会是怎样的精湛。不过，现在可能还没有权威的说法，所以现在所有人都不想害怕，只是耐心等待。我承认，在接近命运的范围内，这幅画可能会呈现在我们面前。